我嫁进孟家做续弦时，便已知道孟天行对亡妻顾氏情深意重，他纳了顾氏的庶妹为贵妾，又把顾氏留下的嫡子立为世子，而我不过是他应付朝堂联姻的一枚棋子。想要主母的体面，先喝了这个。可我嫁来这里，从来就不指望能与他天长地久，这筹码要或不要，又有何妨？父亲，父亲，青苍天，孽中剑！殿下，能否留我阿弟阿妹一命？妾做什么都愿意。好，姑就应了你。什么书香门第，不过是唱戏的出身，没家学没教养，也就一张脸能看。色衰而爱时，这种人啊，在宫里能红几天？文熙，知道这酥是怎么做的吗？长姐是得上千只蟹，挑了蟹黄，磨成浆，再耗费24个时辰才能得这几块。他们活的是面子，可咱们得活里子。记住了，女人的年华是攀附倚仗的最好利器。我为你择了2户人家，相中了哪家，听你的。一家是皇商许家，他家的小公子风神俊朗，京中女子间颇有才名，可他生在商贾之家，这辈子只能继承家业，无法入仕。另一家是定南侯孟家，高门显贵，亡了原配要续弦。虽然那位定南侯长你10岁，可名望甚高，又有军中实权。想清楚了，许家殷实，儿郎也是难得的好夫婿。以你的才华，这辈子夫妻顺遂不是什么难事。而这孟家显赫不假，但挂念旧情，纳了贵妾，还留着嫡子占着爵位，你嫁过去，恐怕无一日安宁。长姐，我明白，许家是富贵金窝，孟家是龙潭虎穴，可即便是龙潭虎穴，也已是长姐自损颜面，恳求陛下在京中勋贵间为我择来的最佳门户。长姐，我只问一句，兄长如今可是在那定南侯手下做的中郎将？谢长姐恩典。行了，别摆这些花架子了。我们侯爷说了，既是续弦，名分有了就行，只叫夫人坐着轿子进门就好，其余跨火盆、拜高堂那些繁文缛节，全都省了。你这老奴！我小妹名门之后圣旨赐婚，你孟家竟敢如此折辱！孟天行呢？让他出来说话！哼，中郎将，这也是侯爷体谅夫人。侯爷军务繁忙，哪有闲心折腾这些？你要是想闹，尽管闹，耽误了吉时，这轿子进不去孟家门，丢脸的可不是我们。兄长，明日你便要领兵出征平叛，此去是圣上钦点的机会，若能立功封赏，我们薛家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小妹，他孟家这是在当众打你的脸，我若不为你出头，你在孟家如何立足？为了这点小事纠结，因小失大，犯不着。只要进了那扇门，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做给旁人看的。管家辛苦，拿去喝茶。既然是侯爷吩咐，妾身无有不应。吕嬷嬷，扶我上轿，这就启程吧。
起轿！这定南侯太过分了！无论怎样，他也是领了皇命，圣旨赐婚，娶了姑娘你的。耍威风也就罢了，这正宅大院里怎能跟死了人一样，还挂着白帆？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是挂了2盏白灯笼，堂前设了灵。姑娘，他这就是诚心羞辱你！侯爷可是怕他的亡妻在天有灵，看见新人会生气，这才不准备与我拜堂的。既然侯爷这么做，我也不必拿巧。管家，带路吧，我的住处在哪儿？夫人，这就是您的院子。侯爷吩咐，请夫人先行安置。姑娘，你没事吧？哼，幸来这些年跟着兄长学了些护身技艺，躲闪够快，否则出丑事小，打着脑袋躺上10天半个月也不是唬人的。哪儿来的毛孩子？快下来！这是从哪儿来的阿扎婆婆？我们定南侯的世子也是你这样的下人能羞辱的？姑娘，这女人好大的派头，头一回见妾室敢在正房夫人面前这么说话的。她就是先夫人的庶妹，府里的贵妾顾婉宁。原来是她，那她刚才撺掇世子用墨弹偷袭您，分明是想在新婚头一日就让我这个主府难堪的收不了场。嬷嬷，你瞧着，她正等着我失控呢。只要我今日跟她闹起来，惊扰了堂前先夫人的灵位，那就是犯了侯爷的大忌讳。好毒的算计，她是想让侯爷打心里厌了您。没了夫君的爱重，又失了正房的体面，我这夫人名头就成了个形同虚设的空壳子。到时候这定南侯府头一份尊贵的还是他顾婉玲。别以为进了门就是主子，侯爷念旧，这府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姐姐定下的，你不过是看着像我姐姐才被捡回来的替代品。他这是想把事情撇清呢。孩子还小，他一个庶母管不住，我若发火，倒成了容不下前房嫡子的恶毒主母。姑娘，那咱们……这就是顾妹妹吧？果然是娇娇风姿。我这姐姐初来乍到，往后这侯府内宅的事，还请妹妹日后多多帮衬。这镯子虽不值钱，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妹妹千万收下。离我远点！谁让你这晦气东西！哎呦，天爷！这定南侯府什么规矩？是要目无尊卑，以下犯上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同我称姐妹？我姐姐才是正经的定南侯夫人。要不是她为了给侯爷产子才命我，哪轮得到你这种不知哪来的破烂货攀上我们侯府的门庭？你不就是仗着你那长姐在宫里有点狐媚劲儿，得了个嫔位，就想在我面前显摆尊贵？我告诉你，侯爷心里只有我姐姐，只有我们顾家。哼！这可怎么办？万一他先跑去侯爷面前告歪状，这大喜的日子，侯爷本就不待见咱们，万一连面都不露了。不怕他告状，就怕他不告。上好的翡翠，真是可惜了。不过能换来我这大婚的体面，也算值。把这些拾起来，然后立刻派人去告诉侯爷，就说顾姨娘将圣上御赐的手镯打碎了。再传一句话，说我这个做夫人的既不得名分，管教不严也有过错，请侯爷自己拿个主意，该如何处置。孟天行终于还是进了我的门。薛平娘娘挑日子的眼光未免着急了些。今儿个是陈娘的生忌，我不出面也是为了保全你们薛家的声誉。听起来是在解释今日的折辱，
实则是在警醒我，他能领旨成婚，却不是能任由内宫嫔妃拿捏的软肋。若我不识趣，连累的是长姐和兄长。看来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侯爷面前，妾身本不敢造次。今日既是顾氏姐姐的安宁之日，妾身自当避讳。只是侯爷进门就损了妾身的脸面，日后在这侯府，妾身要如何自处？端进来。我可以给你侯夫人的体面，但这定南侯府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嫡子。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原配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过这样也好，他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日后我挖起他定南侯府的墙角，也不必心存什么亏欠。你竟然喝了！这种事，你如此草率就做了决定。侯爷说笑了，妾身既已嫁于侯爷，便已同侯爷荣辱一体，自然事事以侯爷为先。程银既然是侯爷唯一的世子，那往后便也是我薛文熙嫡亲的儿子。既有程银在，这定南侯府确实不需要第二个嫡子。侯爷，顾姨娘那儿出事了，说心口疼得喘不上气，请侯爷快去瞧瞧。顾妹妹身子弱，侯爷若是不放心，快去瞧瞧吧。没用的东西！姨娘不是拿我的名帖去请宫中太医，请不来，你们这帮奴才也别活了。侯爷，姨娘说太医还没到，她快撑不住了，只想见侯爷一面。滚！夫人，侯爷吩咐了，今后府里的大小事务、账本对牌全交由夫人执掌。这些是近3年的账册，请夫人过目。姑娘，这账可是有什么不对？漏洞百出，连掩饰都懒得掩饰。管家，这些年府里一直是谁在管家？回夫人，自从顾夫人身子开始不爽络，这种耗神伤身的事，侯爷便没再让她过目，就一直让顾姨娘代劳了。一直？是啊，一直都是顾姨娘在操持。顾氏是5年前病故的，而顾婉宁是顾氏死后1年才进的门。若顾婉宁一直在管家，那中间空缺的1年，或者是顾氏重病的那几年，顾婉宁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在孟府掌权的？夫人明察，是老奴没说周全。是这样，当年先夫人自有孕期，这心神就一直思虑不安，觉也睡不稳。顾家老爷心疼嫡出的大小姐，便做主把当时还没出阁的顾姨娘送了过来，从旁陪着。一来呢，是想着嫡亲姐妹能说说话，让顾夫人宽宽心；二来嘛，也是让二姑娘代劳，帮着分担些内宅所务。哼，哟，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老身在京城伺候主子大半辈子，倒是头一回听说哪家正经门户会把还没出阁没几个月庶出女儿往嫡姐的家宅里塞，还越俎代庖管起姐夫家的家务来了。嬷嬷，这京城里谁家不是爱惜名声如命？除非顾家是早就拿定了主意。姑娘说的是，万一这嫡出的女儿有个什么万一，便立刻让这庶出的顶上。只要人还是顾家的，这定南侯府的泼天富贵就断不了。只可惜顾家家中再无第二个嫡女，这才勉强送了个庶女过来。否则今时今日，这侯府哪还我薛文央坐的位置？夫人，这些旧账您看是否要重新核实？罢了，陈年旧事，我初来乍到，也不便多智慧。这些账目我就先收下了。去回了侯爷，这交接便算办妥了。这管家之职，我领了。哎呀，
侯爷，妾身有件事想跟您报备，关于3日后的回门，长姐原想着在宫里设宴热闹一番，可妾身想，长姐出怀龙嗣，身子郑重。再者，侯爷近日为了公务连轴转，若是为了回门再劳累，妾身实在过意不去，所以妾身便擅自做主，给宫里递了拜帖请辞，这回门宴便不办了。算你懂事体恤。回门的事委屈你了，我已经交代过婉宁了，自明日起，她会按规矩过来，向你请安问礼。侯爷错怪了，万万不可！顾姨娘得您心意，又是顾姐姐的亲妹妹，身份尊贵。妾身虽是续弦，可哪有让顾家妹妹向我托大的道理？再者说，家和万事兴，侯爷进门能给妾身这份体面，妾身已经感激不尽了。妾身真的没那么贪心。你一向都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侯爷想必也知晓我薛家当年的旧事，在生死面前，妾身又怎敢贪心？侯爷，顾姨娘那边灯还亮着呢，去顾姨娘那儿。这么大喜的日子，他终究还是去了顾姨娘那儿。姑娘，您方才何必呢？这么多年，你们姐弟几个对薛家的过往向来讳莫如深，这可是咱们心焦上的伤疤，您何必在他面前自揭疮疤？不自揭伤疤，他怎么会心软？嬷嬷，长姐说的没错。对于孟天行这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男人，硬碰硬只会折断他对我的耐心。拿出最无助弱小的一面，唤醒一个男人带有征服感的保护欲，这才是占据他心里最快最狠的武器。可侯爷他明明还是去了顾姨娘那儿。他是不喜欢我，但经我这几番服软示弱，我敢断定，他现在也必然不讨厌我。他既然给了，就是默认我能打着他的旗号进出宫廷，甚至是在这府里，在这京城里横着走。参见夫人。嬷嬷，记得把这令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要让这府里每一个人都看个清楚。薛夫人进宫瞧薛嫔娘娘，真是姐妹情深。这侯府的令牌衬得夫人气色愈发好了。是啊，薛夫人，改日定要请您过府品茶。我还真是没想到，有一日能沾上你这个做妹妹的光。长姐这是哪里话？如今这启祥宫门庭若市，想必都是来给长姐贺喜的。定南侯府不愧是世荫大户，这名头当真响亮。方才郑国公夫人亲口跟我提了，说相中了你哥哥，想要把自家的姑娘许配过来结亲。郑国公府，那可是百年的名门。想必他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定南侯府的事，更是长姐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兴许都有吧，这宫里从来是母凭子贵，外头则是看风向战备。文熙，咱们兄妹3个现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后这烈火烹油的日子，恐怕谁都不能掉链子，你明白吗？长姐放心，文熙牢牢记在心里。乔姐妹，顾姨娘这是要跟新夫人拼命啊！听说新夫人进府没几天，就把手伸向了账房，这下有好戏看喽！好你个薛文熙，我还当你是哪门子的名门闺秀，原来竟是个满心贪婪的家贼！你以为仗着侯爷的信任，领了管家之权，就能在这府里为所欲为了？克扣府内分利，私吞库房家产，甚至还明目张胆拿着侯府的血汗银子进宫贴补你那个宠妃姐姐。侯爷被你这狐媚样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顾婉宁可不会被你蒙蔽。来人，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给我捆了，连同她那些赃物直接送去见官。我定南侯府容不下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看谁敢！都是些不长眼的东西！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轿子里坐的是皇上赐婚、明媒正娶的侯爵夫人，你们有几个脑袋胆敢动她一根手指头？好威风的侯爵夫人啊！吕嬷嬷，你少在这拿名头吓唬人！只可惜我朝律法严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哪怕你是侯爵夫人，做了这吃里扒外的家贼，一样要按照家规国法，要罚要杀。姨娘，这毕竟是圣上赐婚的夫人，若是闹误会了，咱们的脑袋……你们不用惧怕这虚张声势的老刁奴，我有确凿证据在手，哪怕是闹到御前敲上登闻鼓，他薛文熙也翻不了身。你们听着，今日谁敢退缩，便是这家贼的同谋。只要能将他拿下，待侯爷回来，我亲自向侯爷请功。凡是降贼之人，每人赏银50两，官升1级，重重有赏。哥几个，为了侯府拿贼呀！我看谁敢！老身跟你们拼了！抓！给我使劲抓！薛文姬，我看你今天怎么死！且慢！那是侯爷的随身令牌，剑牌如见侯爷亲临，这谁还敢动？散了散了，都杵在这儿干什么？没看见夫人带着侯爷的信物吗？误会都是场面误会，姨娘也是心急，府里出了贼，大家伙都是为了侯府好，夫人千万别往心里去。管家你糊涂！这令牌定是他薛文熙使了什么下作手段偷来的，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们怕他，我可不怕！都给我上！出了事由我担着！薛文熙，你给我滚下来受审！都闹什么？侯爷，您不是在京郊巡营吗？怎么提前回来了？哟，定南侯这府门口倒是比京里的戏台子还要热闹几分呢。长姐宫中一别，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海公公。臣妾见过公公，惊扰公公座驾，实在是臣妾自家无方。侯爷，您回来的正好，这个薛文书简直胆大包天，他克扣府里银钱，偷偷运进宫里去贴补薛家，证据确凿，妾甚至要把这个不守妇道的家贼送去京兆府拿办。您可千万别被他那副狐媚样子给骗了。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咱今日算是开了眼了。这定南侯府的规矩，就是妾室在门口公然绑架正妻，还要送官。侯爷，咱家本以为京军中有些荒唐事儿是下面人糊涂，如今看来根子上是在侯爷这儿啊！主不主仆仆自上而下都没个规矩，连自家的主母都能被个侧室当街羞辱，这样的人家，咱家可不敢待。哼，走，回宫复命，定南侯府的家风，大家定会如实禀报圣上。侯爷，你别听那阉人胡说，那账本就在妾身手里。这薛文思够了，嫌丢人丢的不够吗？滚进去！姑娘，这顾姨娘真是疯了，当着公公的面闹那一出，现在还不肯罢休。奴婢听闻，她那个生母在顾家就极有手段，把持着顾家老爷不让续弦，教出来的女儿果然也只看重眼前的3寸德妇，竟半点不顾侯府的脸面。狭隘之人必行狭隘之事。他以为这侯府是他那个可以任由姨娘做微服的顾家后宅吗？高门大户，脸面比命贵，他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在自掘坟墓。侯爷，今日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实在觉得身体疲乏，恐是惊扰了神魂。这其中若有什么误会，不如等臣妾缓一缓，待这事冷一冷，再向侯爷禀明。还心虚想躲？薛文熙，你当我顾婉宁是3岁小孩吗？你克扣公款补贴娘家的事铁证如山，今日我定要撕了你的脸皮！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让侯爷看看你这伪善的真面目不可！你以为躲进后院就没事了？给我站住！管家，带人都退下去，封锁院门。今日之事，断不可再传出一丝流言。顾妹妹应是与我有误会，既然她执意如此，连侯爷的名声都不顾了，那便请侯爷做个见证吧。误会？薛文熙，事到如今你还敢在这装圣人？这月各房的分利迟迟不发，大家伙都揭不开锅了。我派人去账房要，你猜管事怎么说？管事说线下要紧着那几个庄子的开销，账上早就亏空了，要下个月才能补齐。侯爷您是最清楚的，咱们定南侯府虽不比那些皇亲国戚富庶，可这么些年何曾短过银钱，让人没了活路。偏偏他薛文清一涨价，府里就空虚到连1文钱都拿不出，这定然是他中饱私囊。他是把咱们侯府当成了冤大头，拿着宫中的钱去挪进宫里，给他那个薛嫔姐姐铺路。侯爷您瞧，这几笔重金开支，日子正巧都是他入宫的那几天，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侯爷，小人确实瞧见了，每次夫人进宫都要带个沉甸甸的大木箱子，几个壮汉抬着都费劲。听见了没？鬼鬼祟祟的带着箱子进宫，里面怕是塞得满满的，全是从咱们侯府抠出来的赃物。薛文熙，你真是好样的！我原以为你这段日子的乖顺体恤是出自真心，没成想你竟是为了让本侯放松警惕。侯爷息怒，这其中定有隐情，夫人绝不是那样的人。现在证据确凿，连门房都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侯爷既然问了，那妾身便直说了。关于账目亏空的事，妾身确实无话可说。侯爷，您瞧见了没？他自己都认了。我早说过，她这种心术不正的女人，给姐姐提鞋都不配。可怜我这一片赤诚，为了保住侯府的家底，才出此下策。结果刚刚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侯爷您还为了这个家贼那样凶我。是非公道，还请侯爷秉公过目。姨娘，那账目不是已经叫人销毁了吗？房里留的那本明明是咱们调过包的假账啊！闭嘴，这不可能，他哪来的真账？顾婉宁，你差人做了假账送到我房里，又嘱咐下人销毁真账，甚至撺掇庄子上的管事齐齐来要账，无非是想把屎盆子钉死在我头上。可你忘了，下人他也是人，趋利避害是本能。我长姐现在肚子里怀的可是龙嗣，我只需扯出长姐的旗面，威逼利诱一番，他们哪还会听你顾家一个小小的五品官指挥？不是的，侯爷，这些账目是假的，是他薛文熙为了脱罪自己伪造的，他房里那些才是真的。侯爷，你被他给骗了呀！郭安，你确定这本是假的？同为3年前的账目，侯爷请看，这一册字迹沉淀，显然是经年累月留下的，而这一册字迹浮飘，甚至有些页面的墨迹还没干透。孰真孰假，侯爷一看便知。至于账目的亏空，那确实是确有其事。不是的，侯爷，这定是他临时图谋，上计陷害我的。侯爷，庄子上的几位管事都在这儿了。夫人说了，既然要查，就查个水落石出。回侯爷，那确实是顾姨娘说，若不按照她给的数额报，就把咱们全撵出府去。侯爷，小人全料了。顾家庶子强罗小人女儿去做小妾，若是小人不听顾姨娘的话，从侯府账目里扣钱送去顾家，我那女儿就没活路了。这些年顾姨借着管家的便利，不知道往顾家搬了多少银子，请侯爷给小人做主啊！诸位都是侯府用惯了的老人，竟不知你们在底下受了这些委屈，是我这个做夫人的失察了。还请诸位看在孟家先辈的情面上多担待，日后
还能与我孟家同心协力，为侯爷解难分忧。他怎么看我不稀罕，我只在意自今往后，整个内宅将唯我马首是瞻，我才是定南侯府唯一的女主子。姑娘听听这碎斩的声音多脆！老身真是不明白，方才在屋里，您既然已经瓮中捉鳖拿住了他的死匾，为何不切机大发雷霆，彻底把顾婉宁这糟心的东西给收拾了？发作？怎么发作？他一个妾室，嚣张的半点不把主母放在眼里。今日闹事宣扬的是他，姑娘就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众长他的嘴夺他的位，梁侯爷也说不出个不字来。你果然是个坏女人，害了我小姨，你心里舒坦了？哎呦，姑娘，你没事吧？这世子爷真是被那边教坏了。嬷嬷，你方才问我为何不借机发作，你瞧，顾家还有位世子呢。世子？撇去侯爷对先夫人的旧不情不谈，只要有孟成乙在，顾婉宁就算犯了再大的错，到了侯爷那儿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她毕竟是世子的亲小姨。我去自讨那个没趣儿做什么？嬷嬷，你记住了，我嫁来这定南侯府，从来都不为博得夫君宠爱。若是一心执着于宅里内斗，那我岂非是本末倒置，白活了这一遭？姑娘，宫里传出大喜讯了，长姐进了妃位，成了正儿八经的薛妃娘娘了。还有，大少爷也得胜归来了。意料之中，兄长领的是亲军，又是大胜而归，陛下没理由不赏。不只是赏，陛下破格提拔少爷为郎将，独掌一支亲军呐。老身想起从前，每次大少爷加官进爵，薛妃娘娘在圣上耳边吹尽了枕边风，可临到头总被那些士族勋贵们给践退了。是兄长军功不足以服众吗？不是，只是那时候咱们薛家门庭败落，在那些贵人眼中，咱们不过是渺渺之躯，根本没被放在眼里。如今我打着这定南侯府的旗号，实实在在地扎进了高门，也算为长姐和兄长谋得了实处，如此便也足矣。侯爷，您怎么淋成这样？快请进门。你还没解释，每日带去宫中的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侯爷，妾身不知道该怎么说。本侯在问你话呢，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去，把箱子搬来。侯爷放心，这些东西虽是我从薛嫔娘娘那儿求来的，但在宫中都没入册，即便让下人拿出去当了，也不会有人在意的，更不会牵连娘娘。侯府养了这么多人，庄子上的亏空又那么大，大家总是要吃饭的。我把自己的嫁妆全部填进去都不够，我才想了这么个法子。侯爷放心，我跟长姐说的是，我想置办些田产，并没有宣扬家宅内丑。侯府的名声，妾身看得比命还重，所以不会有人。往后你是侯府主母，府中内外事务怎样处置都随你。雨下了一整夜，我便在这儿看了他一整夜，分明没有什么不一样，可心底莫名掰开一抹柔软，伴着出惊神似的青涩，竟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老奴给侯爷夫人请安，这雨后出孝，真是大好的兆头。昨日回门礼被那混账事给搅了，今日正好得闲，文熙收拾一下，我与你一同进宫补上这回门礼。全凭侯爷做主。我先去御前向陛下回禀巡营和海公公的事，你先去启祥宫，我
我随后便到。娘娘，大喜啊！侯爷昨夜宿在咱们姑娘房里了，今日更是亲自护送回门。这定南侯夫人的位子，算是实打实坐稳了。文熙受苦了，只要侯爷的心往咱们这边偏一分，这宫里宫外就没人敢看轻咱们。张姐，我看今日进门时宫中气氛肃然，可是前朝有什么变动？那些老臣急不可耐，在朝堂上好一通朝纲社稷之论，拼了命的怂恿陛下早定国本，立嫡立储。立储，太子位悬空多年，他们为何选在这个节骨眼儿？其实啊，他们就是怕我肚子里的这个蹦出来，他们怕万一是个皇子，总有一日会动了他们氏族勋贵的根基。这宫里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日便要临盆，这月份瞒不住了，孩子的性别也藏不住多久了。所以立嗣这种事，其实不论先后，只要有咱们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文熙，待会儿我给你个方子，你带回去，照着方子调理。定南侯府那样的人家，必须有子嗣傍身，这方子定能让你事半功倍。祝你尽早怀上孩子。去把本宫私藏的那个。张姐，不必了。张姐，新婚之夜，我便已经亲手喝下了孟天行的避子汤。傻妹妹，你这是做什么呀？没有孩子，没有倚仗，你这下半辈子在那吃人的定南侯府要怎么过？像幼时那般，张姐，有你在，定会好好护着我们的，对不对？张姐，快松手，别伤了自己。谁说我要在定南侯府待一辈子？只要有长姐在宫里，有兄长在军中，我永远是咱们薛家的孩子，不是吗？你这孩子打小就主意大，可这没孩子，更何况我生不了孩子是真，但这定南侯府里里外外说到底拼的是势，没有子嗣不代表我没有倚仗。我明白了，吕嬷嬷、贝墨，本宫这就派人向陛下求一场御宴，就说本宫要亲自招待定南侯。娘娘盛情招待，微臣愧不敢当。巡营之事，多谢娘娘在陛下面前美言，更谢娘娘暗中施以援手，解了微臣的燃眉之急。外人只当是侯爷的面子大，却不知长姐与海公公早在那场下马威之后就达成了默契。只要长姐在宫中青云直上，海公公就少不了一份从龙之功。而这定南侯府，便是我薛家在朝堂外最稳的一块磨刀石。侯爷快快请起，方才那些客套话，在陛下跟前说说也就罢了。现下这儿没旁人，咱们都是一家人，何须如此多礼？只是本宫这妹子自幼被家中宠坏了，有些小性子，若有不懂事的地方，还请侯爷看在薛家的面子上，往后多包涵。娘娘言重了，文熙得娘娘教养，秀外慧中，温淑贤良。昔日微臣因家族琐事心存芥蒂，对她确有不公。从今往后，微臣定会好好待她，不负娘娘托付。前些日子聘礼备的仓促，微臣深感亏欠，今日特为夫人添妆，还请娘娘笑纳。他这是怕落了薛家的口实，想用这些真金白金把那点丑事抹平，可我们偏不让他如愿。侯爷这是做什么？你们二人既已成了夫妻，你的他的不都是你们自家的？这箱子本宫退回了，这2000亩良田的地契是本宫私下贴补文熙。听闻世子生辰快到，我提前送他生辰礼。姑娘，这顾姨娘最近倒是转了性，学得够乖巧的。侯爷连着多日歇在咱们这儿，他竟然半点风浪没闹，这晨昏定数倒是一日没落下过。他不是学乖了，是学聪明了，知道硬碰硬没好处，就开始打感情牌了。姐姐，今日妾身带成金过来，是想让他多亲近亲近侯爷。这孩子昨儿个闹了一宿，说是梦见了他生母。
爹爹，程毅生母以前最喜欢在花园里给程毅扎纸鸢了。小姨说，生母那时候笑起来最好看，对不对？你母亲确实是那样的人。谁说不是呢？姐姐在世时最是疼爱程银。侯爷，再过几日就是程银的生辰宴了，妾身想着，要不还按往年的老规矩，咱们带上程银回顾家去操办。毕竟那是姐姐的娘家，程银的外祖父也念着这孩子呢。好耶！去外祖父家过生辰，我要去看大舅舅送的小马驹。爹爹，咱们这就定下了吧。程银这么高兴，想必是顾家老爷子早就盼着了。侯爷，妾身已经拟好了名单。程银的生辰，那是咱们府里的一等大事。镇国公府、景安侯府，还有京中几位说得上话的官眷，我都打算递请帖。姐姐莫怪，程银毕竟是先夫人唯一的骨肉，她这生辰礼自然要办得比寻常人家体面。既然要商议程银的前程，那便请夫子也进来一并听听吧。夫子，侯爷今日得闲，正好想问问程银近来的学业。程银将来是要承袭爵位的，还请夫子直言，莫要顾忌。老夫教了大半辈子书，倒从未见过如此聪慧的学生。3天打鱼2天晒网，交上来的课业更是敷衍了之，错漏百出。嫡庶礼仪本是人伦纲常，既然小世子听从家中长辈的教导，只在武功上使劲，一心想要在这书院里无心文治，那又何必请老夫来白费这些功夫？老夫这根骨头虽轻，但也有骨子里的清高。既然世子不学，老夫就不在此误人子弟了。请辞之言，侯爷莫要挽留。混账，丢人现眼的东西！我孟家世代忠良，怎会出你这么个不学无术的逆子？侯爷息怒，程银还小，他还小？夫子都气得连束修都不要了，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孩子。这字，我竟不知你的字竟然写得这么好。我的事，侯爷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文熙，这些日子是我疏忽了。侯爷，臣妾的这手字是得家父从小开蒙，后来又蒙长姐在宫中耳提面命，不分寒暑的逼着我苦练，才算有了今日的一点成色。家父和长姐总说，我朝虽是以武略得天下，却是要以文心治天下。我虽是个女子，此生注定不得入仕，但在这一笔一画中多下些功夫，明白人情道理，总归是好的。你爹和你长姐，他们皆是深谋远虑之人，他们是对的。我为官数10载，虽然领命荆棘军，可终究只得个3品，在朝堂上还要时不时受那些宦官的牵制。原本总想着武将只要有军功就行，如今瞧瞧程银。侯爷，臣妾知道您心里念着顾姐姐，您一直不想让我这个继母插手程银的诸事，是怕臣妾存了私心。可方才夫子有一句话，虽然听着刺耳，却是话糙理不糙。程银是孟家唯一的嫡子，更是定南侯府未来的接班人。他日承继家业，他身上顺秉的是孟家先辈一刀一抢拼出来的荣光，绝非他顾家。想来顾姐姐在天有灵，她头等的心愿，定也是程银能在这京城高门中挺直脊梁，不受人指编，能有个锦绣前程。孰轻孰重，还请侯爷为了侯府，为了程银，万般慎重。薛文熙，你给我站起来！顾姨娘，这里是夫人的正院，你如此大呼小叫，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算我小看了你，装贤惠，装柔弱，在你这1亩3分地逞逞能也就罢了，你竟然胃口大开，敢踩在我们顾家头上耍威风！你是想断了程进的前程，坏了顾家的名声吗？顾妹妹这话说的有趣，夫子要走是受不了朽木难雕，侯爷要留是为了孟家的脸面。
怎么到了你嘴里，全成我的不是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先蛊惑着侯爷，让你觉得你识大体、装大度，好骗取他的信任。你就是在等吧，等你自己生下嫡子的那一天，你是不是就要立马变脸，抢了程颜的爵位？可惜啊，侯爷对我姐姐情深意重，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你赢得了一场生辰宴，赢得了侯爷一时的心软，但你绝对赢不了一辈子。这定南侯府永远姓顾。姑娘，莫要跟他硬碰硬，万一传到侯爷耳中。你说的对，我可能赢不了你姐姐，但那又怎样？至少在当下，我是赢了你呀。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那个装劲儿呢？以前我不跟你冲突，是因为我立足未稳，不得不装。但如今，孟天行7分敬我，3分信我，这管家对牌和侯爷的信任都在我手里，我又何必再委屈自己，看你这副小家子气的嘴脸？你说什么？你这个虚邪，你竟敢这样羞辱我！我撕了你这张虚伪的脸！乔乔，妹妹说的对，我确实居心不良，最爱伪饰。不像妹妹你，就算仗着顾氏姐姐留下的那点旧情，在这侯府里也没了继续装下去的余地。好啊，装！薛文熙，我让你装！我让你在这个空壳子里装高分！着实出乎我意料，故技重施的把戏，他竟然还能这么轻易的上钩。看来这脑子确实是个摆设。又在闹什么？请顾姨娘息怒，夫人身体不适，受不得惊吓，请顾姨娘怜悯。侯爷，您莫要怪罪妹妹。原本程银的生辰宴是妹妹想在顾府操办的，如今改在侯府由我操持，她心里有怨气也是难免的。砸些东西撒撒火也就罢了，还请侯爷看在程银的面子上，莫要责罚。薛文清，你还装？我杀了你！这一砸下来，我受点伤，顾婉玲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侯爷，不是我真的都不是故意的。侯爷，您听我解释，都是薛文熙，是他激怒我，是他先欺负我的，我真的没想伤您。够了，事实就摆在眼前，你当我是瞎子吗？来人，将顾一江拖回他的院子，即日起禁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进出一步。侯爷，我是为了顾家。侯爷，把世子也带到夫人这儿来。顾家彻底完了。自今日起，世子的一切俗事、教养、开支，全由夫人做主，任何人都不得智慧。嬷嬷，我原本以为这程燕是因为离了顾婉宁，寄人篱下才学的这般中规中矩，可这半月来，她对我虽无骄傲无礼，却总透着股说不出的别扭。可不是嘛，这小祖宗，老奴几次要喂他洗澡，他死活都不肯，像个刺猬似的，这都扛了足足半个月了。明日就是生辰宴，满京城的高门贵邸都要来人。你们放开我！本世子定要让这个坏女人原形毕露。去，今日就算是用强，也得让她把这一身洗了。我总觉得这孩子不对劲儿。你们放开我！我不要他假惺惺的照顾我，我要告诉爹爹，他根本没有把我当自己人。姑娘，这可不是老奴弄的，老奴再怎么着也不敢伤这世子啊！这是怎么回事？别动！
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只要你走了，我母亲就能回来了。姨娘说了，你占了她位置，她才回不来。姑娘，这是有人教她呀。若是明日让她闹开，侯爷即便再敬重你，也堵不住悠悠众口。程银，你母亲回不来了。你胡说！姨娘说了，她在天上看着我呢，她会回来的，她不会扔下我的。程银，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她已经走了，走了很多年了。你骗我，她没有死，她答应过要回来抱我的。姑娘，算了，她也是被人利用，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傻孩子，这世上最残忍的不是离别，而是有人利用你对离别的恐惧，把你变成伤害别人的刀。我会让你看清这一切。你听好了，你母亲不在了，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但你可以选择，是一直活在她的影子里，还是做一个让她在天上也能为你骄傲的人。可她答应过我的，她说会回来的。她不是不想回来，她是回不来了。你姨娘告诉你的那些话是在骗你。我不要，我不要，他是骗我的，还是王后，我替她看着你。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母亲。长姐当年一面伴着严父，一面伴着慈母，把血淋淋的真相撕给我们看。如今看到孟城渊，我竟鬼使神差地学了长姐的做法。药上好了，这2日伤口别沾水。明日生辰宴，你要是不想让人看出异样，就给我撑住了。我母亲真的回不来了吗？那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说是现在挣脱，这件刚裁出的新衣裳，怕是就要被这蛮牛似的孩子给扯破了。侯爷今夜值守，不回府中。罢了，既然你怕黑，我便留下。你别以为我是认可你了，也别指望我会叫你母亲。我之所以留下来，我就是怕你。怕我什么？哼！小小年纪，你知道的倒还不少，你心里该平点点。除了我，这侯府哪还有别的女眷？就是我姨娘啊。父亲真的很奇怪，每次去了姨娘屋里，人都已经进去了，可没过半刻钟，他定是要去睡偏偏的。我躲在回廊后面瞧见过好几次，姨娘每次都气得摔盘子。侯爷既然有意照拂亡妻娘家，纳了庶妹做贵妾，又整日做出情深意重的样子，却偏偏不入房。若是为了顾全亡妻名声，那又何必纳妾？既然纳了，却让人常年守活寡，这孟天行到底在搞什么鬼？程爷，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没有。那你在怕什么？姨娘说父亲不喜欢没用的孩子，她说我必须什么都听她的，父亲才会常来看我。孟成银，你听好了，你是你父亲的孩子，血脉这种东西断不了，即便你什么都不做，他也会喜欢你，不需要你用听话去换。薛夫人，这生辰宴办的真是有规矩有矩。不瞒你说，我那嫡亲的孙女自见了你家兄长的英姿，便一直念念不忘。今日咱们就把这桩婚事敲定了，这是庚帖，一切收好。喜上加喜啊，薛家兄妹真是好福气。这一出闹剧只会让宾客们更厌恶他。至于那婚事，越是混乱，郑国公府越想早做决断。各位夫人，好好看看，这个薛文熙表面上装的贤良淑德，背地里却挑拨我们母子情分，不让孩子见他父亲。我可怜的程爷，你倒是说句话啊！程毅，想想你死去的母亲，她就在天上看着你。快，当着你父亲的面告诉大家，薛文熙是怎么把你关起来不让你见人的。说。小姨，你别再骗我了！你
会讨厌母亲，喜欢你，对不对？可我不想撒谎，母亲已经死了，她回不来了。父亲也不会因为我不听你的话就不要我，我也不想再帮你骗人了。看来贵府确实有些私事不便外传，老身就先告辞了。真是荒唐！你教唆程银在宴会上闹事，诬陷主母。不，侯爷，我只是想让他说出实话。但薛文熙确实……实话？你让他说的实话哪一句是真的？来人，把他送回娘家。从今日起，顾婉宁不再是我孟家的人。若再踏入孟府半步，你坏了，快休怪！快拉住他！孟天行，你以为薛文熙是什么好东西？他不过是为了你们孟家的权势。你别忘了我姐姐姐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你心里只有你的功名，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姐姐为了给你生儿子搭上了一条命，可你呢，转头就娶了别人，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阿晨的事是我对不起他，但这不是你可以利用他儿子教唆他诬陷继母的理由。薛姨，我母亲真的是因为父亲才死的吗？你母亲是生你的时候伤了身子，后来没有养好，那跟你没关系，跟你父亲也没关系。他走之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那父亲会怪我吗？今天的事，你父亲不会怪你，你今天做的是对的，往后你也不需要靠撒谎去换任何人的喜欢。记住了。姑娘，您瞧，这故事一走，府里当真是清静了不少。世子爷跟着新请回来的夫子，这半月来进学极快，再没听过那等胡闹的事儿了。没了那些阿扎心思在耳边吹风，程银本就不笨，只要他能走正途，薛家与孟家的关系便能稳如磐石。夫人，宫里传出消息，陛下病重，镇国公等几位老将军正领着百官跪在午门外，请旨立太子呢。姑娘，这外面乱成了一锅粥，镇国公他们竟然要拥立定王，那定王才不满后岁，长姐如今怕是正处于风口浪尖上。这不仅是长姐的事，更是薛家的命。若长姐的孩子成了太子，薛家才算真正重回巅峰。陛下这病来得突然，外面都以为我会在树营盯着，我却偏想回来看看你。文熙，我已经在镇国公那份拥立定王的奏请上落了印，想必用不了多久，宫中就能传来册立太子的好消息了。到那时，长姐便是皇太后预备，你们薛家也算彻底翻了身。事成之后，你就用不着再受委屈，也用不着再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跟那些虚伪的高门贵妇逢场作戏了。陈娘的事，我一直没给你个交代。顾婉宁当初是我没有守住分寸，我辜负了陈娘，这是我一辈子的错。我本想就这样在这侯府里浑浑噩噩地守着旧情，惩罚自己一生了事，却没想到老天爷会在这个时候把你送到了我面前。你对我虚与信色，看起来似真心，仔细瞧又不似真心，可偏偏是你这副不卑不亢、算计得明明白白的模样，倒让我真的放不下你了。文熙，若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不会偶尔想起我？侯爷正值壮年，说什么不吉利的话？侯爷，我有些乏了。抓了定南侯夫人，拿她去做筹码，看宫里守卫森严的薛妃还敢不敢不交出虎符。父亲，你别走，你别像母亲一样离开我，我求求你，你快起来！程银，别哭，记住了，以后她就是你母亲，你要像父亲一样，一辈子保护你母亲。我已经对不起陈娘，不过幸好这辈子我终究没有对不起你。孟天行，你何苦？文熙，
贵兄，终究是来迟一步，把这些叛军全部拿下，押送大理寺。是。文熙，孟侯爷他没了。臣等恳请太后降旨，为昔日薛老大人沉冤昭雪。薛老大人秉正高洁，为朝为民绝无半点错处，实乃国之栋梁。蒙冤多年，臣等心如刀割呀！昔日父亲秉正高洁，为了朝廷百姓，他何曾有过半点错处？可那时，这些不喜新政的半壁朝臣，哪一个不是说他死有余辜？如今斯人已逝，案子平与不平，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又有何分别？可笑，他们竟反倒上赶着要为父亲洗刷着身后名。长姐，文熙，兄长刚才去巡营了，你也在这儿，本宫这心里总算能松快一刻。长姐，以后都有我们在。不管怎么说，孟天行最后舍命救了你，那便是护驾的大功。为了全这份情谊，我已经下旨让孟承寅承袭了爵位，并破格加进为定国公。至于你，文熙，我再一次把选择权交在你手里。这2封懿旨，封号一样，品节一样，唯独这落款的姓氏不同。孟虽氏还是薛氏，一字之差，便可抹去你在那定南侯府所有的恩怨过往。你是想带着他的姓守着那座府邸，还是重新做回我薛家的女儿？长姐，我选孟薛氏，我答应过他，要替他守着程银，守着孟家。这不是负担，是我对他的承诺。若是选了薛氏，我便能彻底自由；可若是选了孟薛氏，我便要背着这沉重的名头，守着那个为了救我而死的男人的牌位。乔姐妹，顾家那位老爷今儿个居然上门了，怕不是来求饶的吧？顾姨娘闹出那样的事儿，连累的顾家被京城权贵排挤，她再不来谢罪，顾家就真的完了。夫人，老夫教女无方，今日特来向夫人谢罪。顾老爷客气了，顾婉宁在生辰宴上闹得满城风雨，这份罪岂是一句谢罪就能了结的？我这小女儿是因为庶出，为了跟她嫡出的姐姐争宠，才卯足了劲儿喊着疯疯癫癫要扎进这侯府里。老夫才明白，她对侯爷其实是动了真心的。真心？他的真心是建立在羞辱我的基础上吗？顾老爷请回吧，顾婉宁的事儿我不会再追究，但往后顾家与孟家再无瓜葛。夫人，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婉宁已经走了，她死得那么惨，你就看看在她是亲姨母的份上，容她葬进孟家祖坟，她也配？可怜。顾姨娘死在乱军手里，确实凄惨。可这定国公府的祖坟，入的是孟家的家眷。他是听闻侯府遇袭，心里挂念着侯爷安危，才不管不顾地冲进那乱军之中的。他到死都喊着侯爷的名字。夫人，从前他哪怕千错万错，可他对侯爷的真心天地可见啊！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回应，是作为孟家的魏王侄，还是作为已经和孟家两清的薛家女儿？这一举者，便是永远和这孟家捆在了一起。程银，你既然已是家主，这府里的家务事你自己决定。母亲，我不要当什么家主，我也不要做什么定国公，那些虚衔有什么用？我只要你。那天晚上，父亲咽气前亲手拉着我的手嘱咐过我，他说你是我嫡亲的母亲，要我一辈子保护你。父亲把我都交给你了，你不能扔下我，我不许你走。
喜夫人，贺喜夫人，当真是老侯爷在天有灵，这简直是咱们孟家天大的喜事儿啊！喜事？什么喜事？你们都在混说些什么？夫人，方才宫里派来的3位太医轮番请了脉，都说您这是喜脉啊！你已经怀孕了，孩子都已经在肚子里有2个月大了。2个月？怀孕？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母亲，太医说您是因为这段日子操劳过度，加上诈喜诈悲才晕过去的。我要有亲弟弟或者亲妹妹了，这下我看谁还敢在背后乱嚼舌根，说咱们孟家后继无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个月，刚好是孟天行那晚入我房的日子。从此，这世上再无薛文书与孟薛氏之分。我既是薛家的女儿，也是孟家的主母，这是我的命，也是我选的命。母亲，这箱子是父亲生前亲手锁上的。他说，若是他回不来，便一定要交到你手里。 侯爷他这是什么意思？放着好好的夫人不叫，竟直呼姑娘的名姓。他哪里是疏离？他是要把这选择权真正还给我。他知道我嫁进来是为了薛家，如今薛家翻了身，他便要还我自由。 让我不再受孟家魏王人这个身份的束缚。孟天行，你以为你这就替我做下决断了？你以为舍掉一命，再留下一封休书般的遗嘱，就能跟我两清了？孟天行，这一次我要自己选，我选做孟家的主母，也做薛家的女儿。孟天行，这辈子谁给你的权利替我做主？ 我可是明媒正娶、继入宗谱的定南侯夫人薛文熙。你欠我的，这辈子还不了，那便下辈子、下下辈子。等到100年之后奈何桥畔，我定要亲口问个清楚。这定南侯府的当家人，只能是我。